上一讲我们提到，明治维新之后呢，日本在经济腾飞的同时啊，也产生了一种想要脱亚的心理。但是亚洲他不想加入，西方又不允许他加入，这使得日本的身份啊变得孤立了起来。日本希望能成为亚洲的领导者，从而呢找到自己新的身份定位。然而，日本的所谓领导啊，并不是以和平方式，而是以对亚洲国家的野蛮侵略和殖民统治来实现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其中的典型。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这场战争中，清朝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还出现了旅顺大屠杀等灭绝人性的事件。最后呢，双方签订马关条约，台湾和澎湖列岛被割让给日本，清政府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相当于日本当时9年的财政收入。这些赔款呢，大量被用于日本的军事和教育，进一步提高了日本的国力，对日本历史啊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日本到底为什么赢得这场战争呢？应该说，从甲午战争结束以后，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都没有停过。在这一讲，我们从日本简史的角度探讨一下其中的答案，进而呢更加全面地了解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好，我们先看一下之前的分析。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分析主要聚焦在海战上，尤其是北洋舰队与日本联合舰队的黄海海战，也就是历史课本上邓世昌率领致远舰全体将士撞击日本军舰，最后呢以身殉国的那场战斗。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在分析北洋舰队的指挥、战术、弹药、装备到底出了哪些问题，哪些是真的问题，哪些是因为运气不好。那这些分析的最终落脚点又集中在晚清和日本政府对海军建设的态度差异上。我们最常看到的一个对比就是啊，在晚清这边，为了给慈禧办大寿、修颐和园，不惜挪用海军军费，造成北洋舰队呢整整6年没有购入新舰。而在日本这边，明治天皇为了建海军，不惜主动削减皇室的日常开支，而且呢每年从内府拿出30万元用于海军。李鸿章本人也说啊，倭人于近10年来船械愈出愈精，而中国陷于财力，居于布役，也就是说内部意见不统一，未敢撒手举办。所以是晚清决策层的态度决定了装备的差距，最后导致战败。不过啊，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呢，这种观点似乎存在2个问题。第一，这场中日甲午海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决定性的呢？要知道，对于日本这样的岛国来说，海战确实是头等大事，因为当时两军第一阶段的主战场在朝鲜，日军部队需要通过海路运输，一旦海战失利，战争就不可能赢。但对于中国来说，不是这样，即使海上失败，仍然可以从陆地向朝鲜派兵。换句话说，海战对整个甲午战争不是完全决定性的。第二，如果海战不是完全决定性的，那么最终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陆战，特别是在朝鲜的交战。但说到陆战，问题就很大了。如果说当时中日海军装备有差距，还勉强说得通，但陆军不存在这种情况。要知道，当时在朝鲜的清军使用的枪和炮都比日军更先进，弹药也充足，人数上也差不多，而且朝鲜老百姓还支持清军，那为什么这样清军还是惨败呢？所以说啊，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值得深挖。关于这个问题啊，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日本的整个战略意图和计划。其实啊，甲午战争并不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第一次对外战争。正如我们在第12讲提到的，在甲午战争爆发的20年前，也就是1874年，日本呢就借口琉球船只遭遇台湾原住民袭击，毫无预兆地出兵台湾。但是日本学者也承认啊，甲午战争和20年前这场突然的侵略呢很不一样。甲午战争不是突发性的，而是经过了10多年的预谋和规划。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被称为日本近代陆军之父的三线友朋。此人在幕府后期啊，曾经是尊王攘夷的先锋人物。在我们第8讲提到的下关战争中，他不光参战，而且呢受过重伤。
到1880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的14年前，他当时作为日本的参谋部长官，给明治天皇呢递交了一份战略文件，叫做《邻邦兵备略》，核心内容就是把清朝作为日本的头号家乡地。但这份文件呢，同时也指出，清朝通过洋务运动提高了军事实力，军事上领先于日本。那怎么办呢？日本决策层紧接着制定了明确的战略计划，就是在财政、军事采购、训练等方面全力以赴，用10几年培养能与清朝相匹敌的陆海军。而在此之前，日本要努力避免和清朝摩擦。你看啊，这样的战略意图和战略计划呢，相互衔接，非常清晰。到了战前呢，日本方面又拟定了更加具体的作战大方针啊，这是当时的叫法，把整个作战过程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派遣部分军队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同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寻求机会与北洋舰队决战。第二阶段则要视第一阶段的海战结果而定，包括3种作战方案。甲方案，如果海战获胜，就夺取全部朝鲜，并派陆军在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也就是现在河北省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呢，与清军决战，这里的重心是中国大陆。乙方案，如果海战未分胜负，则陆军呢夺取朝鲜的平壤并固守，海军防护朝鲜海峡的海上运输路线，这里的重心呢是朝鲜。丙方案，如果海战失败，那么海军退守日本沿海，陆军全部撤回国内，这里的重心是本土。所以你看，日本从战略意图到落实规划，再到具体的操作方案，实际上呢，形成了一个层级分明的体系化的战略计划，这就保证了日本整场战争啊有一个稳定清晰的战略指导。但听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啊，有了一个稳定清晰的战略指导，就能保证打胜仗吗？那当然不是啊，这里的关键不仅在于这些战略计划本身，更在于它背后的东西。要知道啊，这种体系化的战略计划绝对不是靠1-2个天才人物能够搞起来的，它的背后需要一种强大的制度性支撑。当时呢，日本已经仿效德国普鲁士总参谋部，建立了自己的参谋本部。前面我们说的山县有朋提交的《邻邦兵备略》就是这个机构完成的。对中国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呢，也是他牵头完成的，还形成了一份著名的战略文件，叫做《清国征讨策案》，对晚清的各种情况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呢，日本又以参谋本部为基础，成立了叫做大本营的指挥中枢，这里包括内阁总理、枢密院议长、参谋总长、陆海军大臣、天皇侍从长这些军政要员。这样一个指挥中枢，你一看就知道，就是为了协调全国力量进行战争的。你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就可以发现，日本当时整个决策和组织体系呢，已经完全实现了近代化。那底下的部队呢，其实也一样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不光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而且呢，组建了以师团为主要架构的多兵种部队体制，也是近代化的。所以你看，当时日本实际上是以一个近代化的军事系统在进行战争，而反观晚清呢，整个军队体系还是古代模式。可以说啊，在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中，近代军队体系和古代军队体系这种对比啊，到处都是，不仅体现在战略筹划、情报、后勤这些大的方面，在细节部分也一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陆上最关键的一场会战平壤会战之前，作为日军统帅的山县有朋下达的是战前动员令，目的是激发己方将士的国家意识和战斗的热情，这是标准的近现代军队的做法。清军方面呢，平壤清军统帅叶志超开出的是一张赏金标准单，没提国家，没提军人职责，完全还是古代军队体系下的老一套。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再说一下这场战争的另一个关键指标——财政。有说法认为，日本为了甲午战争基本上赌上了身家性命，当时全靠国际资本输血才能打完这场仗。但是如果你看一下日本当时的财政数据啊，就明白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要知道，当时日本已经建立了近代化的财政金融体系，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日本可以用将来的钱和别人的钱来打仗。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预估的战争预算是 2.5 亿日元，当时政府手里的钱呢，差不多2500万日元，只有 10%， 那还有 90% 的缺口怎么办呢？很简单，政府发战争债券，结果在日本方面战争狂热的宣传下，这几批战争债券呢，很快就被日本企业和日本老百姓抢购一空。那这笔债券是不是让日本政府完全透支了呢？我告诉你，这笔债券总额相当于当时日本中央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2倍啊！总数看上去不小，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战争债券啊，并不突出。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发的战争债券差不多是联邦财政收入的10倍多，而英法德的战争债券更是远超美国。而且到甲午战争结束时呢，日本靠债券融来的钱呢，并没有完全用完，还剩了2000多万日元。所以你看，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财政方面，中日甲午战争都是一个近代化的国家体系和一个古代国家体系在对抗，后者的胜算从一开始就非常之小。讲到这里，日本打赢甲午战争的原因就讲完了。总结一下啊，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呢，主要有2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它有一个层级分明的体系化的战略计划，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近代化的军事和财政体制作为支撑。归根到底，这也是日本明治维新近代化的结果。其实，日本真正赌上身家性命，而且依靠国际资本书写的战争呢，并不是这场甲午战争，而是10年后的另一场大战——日俄战争。这也是我们下一讲的内容。